豆角精神。有个孩子去买了一包豆角的种子，拿回来之后呢，他刨松了2行土，把种子撒下去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盖好土，就这么满心期待着种子发芽。你猜怎么着？没过多久，充满生机的幼苗就真的全都冒出来了。这个孩子非常认真地完成了刨土、撒种还有掩埋这几个步骤。那些长出来的幼苗啊，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，但是呢，他一株都没有拔掉。你看，这些小幼苗真的非常努力，他们拼命往旁边生长，往深处去扎根儿，每一株都挺直了腰板长了起来，而且长得那是生机勃勃。当然了，在它们生长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会有小虫子来啃食，但是这些幼苗根本没在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它们长得密密麻麻，数量实在太多了，小虫子根本就吃不赢它们。这样，幼苗非常顺利地长大，开花结出了豆角。没过多久，一盘新鲜饱满的豆角就已经端上餐桌了。要说这豆角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？绝对是它开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。你摘掉了一茬豆角，它马上就会再开一茬花，不断的开花，不断的结果，就好像在说，不管你要多少，它都会毫无保留的全都给你。这完全展现出了一种无限的慷慨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哎，这豆角的叶子怎么开始枯黄了？但是那些花呢，依旧在枝头坚挺地开放着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叶子基本都掉光了，但让人惊讶的是，竟然还有新的花在继续绽放，甚至最后还能再结出几根豆角来。这种毫无保留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在世人当中真的是太罕见了。说到底，这豆角的精神正是父神的乐施精神的最佳写照。其实不仅仅是豆角，院子里的那棵枇杷树同样也是如此，它总是能按时结出丰盛的果子。你想想，尽管从来没有人给它浇水，没人给它施肥，没喷过农药，也没有人专门去为它修剪枝条，但是这棵枇杷树从来不抱怨，它就是默默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奉献出更多甜美的果实。还有像荷兰豆啊、桑葚啊、芥菜等等，从这些植物无私的奉献当中，我们真的能真切地看到父神的爱。父神供给我们的食物，那是何等的丰富啊！其实植物的这种乐施精神，就在这无声无息之中，间接地体现了父神那深沉的乐施精神。主耶稣，神的儿子教导我们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句话完完整整地记录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35节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学习植物的这种乐施精神，去做正确的事情，全力以赴地去乐善好施。在圣经箴言11章25节中，还有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语：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当然了，在能够给予别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心存感恩的去领受。就好比植物吸收了大量的阳光和雨露一样，我们也一定要先去领受神丰盛的恩典，然后才有能力去滋润他人。这种乐施的精神同样也体现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。有这么一个数学特别好的高中男生，他掌握了一个非常棒的学习方法，让他在学习的过程里既快乐又能不断的成长。他平时特别喜欢帮助同学，只要同学们有不会的题目跑来问他，他都非常乐意去帮大家解决这些难题。在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中啊，他发现自己其实也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。他学会了到底该怎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、最直白的话给讲清楚。毕竟你也知道，自己会做题跟能给别人讲的明明白白，那完全是两回事儿。他深刻地体会到，教别人的效果往往比自己死学更好。他在付出时间教导同学的同时，自己也收获了巨大无比的成长。到后来，就算学习任务变得非常繁重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帮助同学。一大堆的练习卷发下来，那些普通的数学题他干脆都不做了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。他就专门等同学们拿着试卷里最难的那几个问题来找他，他只要把这几个难题给同学们认真的讲透彻就足够了。可以说，他这种极其独特的学习方法，正是豆角那份毫不保留、乐于分享的乐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完美体现。愿父神赐给我们豆角精神，跟从耶稣，传道治病，
在今天的生活中，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去成为那一株结满果实的植物呢？先去满满的领受神的恩典，然后毫不保留的去滋润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